RC Readers 的开发团队最近放出了3部纪录片，记录了他们在开发这款游戏中的心路历程以及开发遇到的一些困难。我把其中的一些关键信息和自己的感悟整理下来，分享给大家。首先说一下这个瑞典的开发团队的底子和开发起点非常特别，团队里不少人是从 EA 戴斯工作室出来的，也就是之前做战地系列的开发人员。他们做新项目的初创团队只有几个人，跟其他游戏团队不一样。他们在做玩法时呢，并不是先搞沙盒来模拟玩法，也没有做成桌游来测试玩法的深度以及互动性，反而走的是美术先行的路子。制作组先头脑风暴画一堆图，把科幻世界里人类和大机器人对战的场景先呈现出来。大家认定了这样的主题之后，则先就围绕这个画面主题来做出有意思的游戏来。至于游戏具体是什么游戏类型啊，比如是 RPG 啊、MMORPG 啊、动作游戏、射击游戏啊，都没有定死。最后他们讨论顺理成章选了一个 PVE 的模式。是的 ，RC Readers 在原先的世界模型中完全是一款 PVE 的游戏，没有 PVP 的内容。他们也设计了不少的战役玩法，能看得出来其中借鉴了像万达云巨像啊，还有星战类游戏的影子。开发过程中呢，开发组人员也觉得挺有乐趣的。但是这个团队的核心亮点，也就是他们花了最大功夫的地方，是机器人的设计。RC Readers 这个项目组的立项是19年，他们当时并没有采用现在主流的 AI， 而是靠机器人语言来写逻辑。可以简单概括来讲呢 ，AI 或者人工智能呢，相当于大脑算法，用来表现出人类智能的整套理论方法和系统；而机器人语言相当于身体控制指令。简单来说呢 ，AI 或者人工智能就提供智能，机器人语言则让实体产生动作，让机器人有真实的行为反应。他们在纪录片中也聊到，当机器人战斗中丢失了武器、断了四肢，哪怕只剩下颤颤巍巍的残核，也会根据当时的环境，根据机器语言做出独特的反应。这样一来，即使同一类型的机器人在相同场景下，都可能有不同的反应。游戏的真实感、玩家的沉浸感直接拉满，每个机器人都有个性，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怪物。不过，这 PVE 的模式做着做着就遇到坎儿了，最后不得不转型。主要原因有3个：一是内容成本太高，不管是开发阶段还是发售后的更新，都会扛不住的。2是机器人的设计工作量太多了，既要保证每个机器人都有自己的机器语言，又不能重复堆量工作，这导致工作量非常高。而且正如 TGA 2021年的展示中一样，似乎这样的大型机器人的 BOSS 逻辑也更为复杂，这样使得游戏在机器人设计工作量上面是非常巨大的。3是开发周期太长了，从2019年正式立项开始，中间的时间成本跟经验成本完全 hold 不住，所以就让另外一个游戏项目 Finals 尽快的上线，腾出更多的人手来做这款游戏。而且我觉得还有另外一层原因，我觉得是纪录片没有提到的。做一款游戏做的时间非常长，而且使用的完全是机械语言的设计，最后也有可能因为技术滞后而被 AI 替代，等于白费功夫。而且如果你着眼于机器人的逻辑设计的话，如果游戏的玩法不受欢迎，玩家根本体验不到这样复杂的机器人设计。好在团队果断转向，最后磨出了 PVE vs PVP 的这种模式，也没有浪费之前做 PVE 的类型游戏的积累。机器人的语言设计之前做的2个场景美术资源都直接复用了，相当于把前期的一些投入算是盘活了一部分。在转型之后的 PVP 模式，也就是现在的模式来讲，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，就是照搬苏打车游戏类型，或者说国外所说的射击撤离游戏。如果你看了纪录片之后，发现有很多的创新点，我这里只介绍2个点：一是游戏中获取资源的方式更多元，玩家可以组队打电脑获取资源，也能在地图里搜，而且地图做了很多纵向的深度，这样使得玩家在横向的跑动中，地图并不是很大，方便玩家撤离跟时间做竞赛。同时，游戏的纵向深度加强了，这使得玩家在某个地区进行深入搜寻，完全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，同时也能帮助玩家埋伏敌人或者是对付电脑。游戏中纵向地图的深度提高，以及在单个地图中的复杂性，使得玩家碰面的几率降低了。而且一旦出现转角遇到爱的惊喜感，应该是比别的游戏要高的。由于游戏中复杂的地形以及真实的代入感，玩家在搜寻过程中可能都是全神贯注的。游戏中的视角也会比传统的苏打车游戏中更加复杂，即使你在第三人称视角下进行埋伏，也不会形成一个很有效的发现敌人的情形啊。这跟传统的苏打车游戏，不管是赛欧洲行动还是之前大逃杀游戏 PUBG 是有个有效区别的，因为 RC Readers 游戏的场景复杂度和真实感要提高了好几个量级。第2点是代入感拉满，毕竟团队里是有战地系列原班的音乐团队，场景又是美术先行打磨过的，音乐、音效、画面质感都非常在线。另外提一嘴游戏中的动作模组啊，虽然纪录片中并没有详细说明，但是我能猜得到是下了功夫的。团队里面在聊这款游戏中的人物模组设计时呢，特别喜欢以黑暗之魂以及怪物猎人这类偏动作的游戏来进行比对。最开始的版本做 PVE 时呢，基本是想做一个动作游戏的玩法，后来是改成了伪回合制的动作玩法，最后又改成了一个射击游戏，这也使得之前打磨的动作模组也继承下来了。所以在战斗时的操控感很舒服，玩家的代入感也很强烈。
不会像《黑魂》以及《怪物猎人》那样对操作要求极高，又反而兼顾了射击游戏的爽感和动作的流畅度。我看完这3部纪录片，总结了4个关键点，对于游戏从业者来讲，或者跟观众分享也会特别有趣的。第一点是游戏创意的生成并没有固定套路，大家总说以之前 Supercell 这家公司做游戏，以及像威社之前做游戏来举例，他们常常会做一个初始的原型玩法，比如说把游戏的原型玩法做成桌游来试错。但 ARC Reader 的这个瑞典团队做的游戏玩法是先靠美术画面来驱动创意的，这样做出了亮点。所以我们在做游戏时，或者是在工作生活中，并不用死磕别人的成功经验，适合自己的团队才是最好的。这种适合性可能就是当时的灵机一动，或者是大家讨论度最高的、最有兴趣的方式。第二点是遇到问题要及时转型，不能硬扛。PVE 的模式是大副本的模式呢，明明是团队最想做的，当发现成本周期都 hold 不住时呢，果断转向了自己熟悉的 PVP 领域。他们毕竟也是战地团队的底子，这样还能复用之前的开发成果，这波操作实在太明智了。第三点是大规模投资下依然敢创新，非常难得。现在很多的大众的游戏都非常怕风险，不敢跳出舒适区，但 ARC Readers 这款游戏的团队赌上了不少身价。他们在 PVE 里加入了 PVP 模式，还设计了非队友也能合作的可能性。虽然玩家不一定每次都用，但只要多这个选择，玩家就可以选择这个方式，有这个机会，就使得游戏跳出了传统的自打车游戏的框架。这种游戏真的让人钦佩。我们在看到很多国外的公司的游戏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会做成年货，做成一些流水线的罐头产品。国内的游戏公司会抄一个玩法，换一下美术皮继续圈钱。所以 ARC Readers 这款游戏的团队，他们做出这种创新是非常难得的。第4点是平等的团队氛围很重要。纪录片里我们能看出来，大家讨论问题都很平等，思维能够自由碰撞，这也是项目能够顺利推进、不断优化的核心原因。在纪录片中记录了大家在一个办公室里亲密无间的合作，后来遇到疫情，大家转向了线上办公，但是因为之前良好的氛围技术打造，大家也挨过了那段艰难的时期，才能把 ARC Reader 这款游戏做出来，而且是一款非常成功的大作。最后我说句实在的，我实际上并不是 ARC Reader 这款游戏的受众，但也能感受到火爆的原因。我玩了一下这款游戏，尽量体验了它所有的玩法。虽然我不会完全入迷这款游戏，但我也能体验到这款游戏的设计思路。同时，根据纪录片呢，我也能感受到它火爆的原因。代入感、音乐、音效、机器人的行为逻辑设计和玩法创新、PVE、PVP 的融合、可自由选择的合作模式，确实戳中了玩家。总的来说，这些纯粹靠热爱做游戏的开发者做出好游戏的概率真的很高。看他们的纪录片，不管是游戏玩家还是从业者，我相信都能学到不少东西。越看越觉得非常的振奋，人生有无限可能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欢迎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